压住我的剑气，未免也太瞧不起人了吧！杨秀春风，你怎么会这门功夫的？这门功夫分明已尽，自然是我父亲教我的。当年我父亲是不是就是这样打败你的？ 袖里藏锋，春风得意。当年你父亲用出来是那般的潇洒恣意，可是你用出来，却感觉满是禁锢。春风何在？怎般得意？哼！剑气闪电来！一道剑气小惊雷。 你想不拔剑胜我，那我便让你再也没有拔剑的机会。老城主，何方来客？天下无剑。天下无剑。他们中还有人活着？来的人自称是无剑城少城主卓越安。 那个孩子呀，没想到他居然活了下来。剑长老已前去应战，他让我过来告知你一声。剑山月挡不住那柄剑。还好，不是跟雪月城有关的那几位。 你已经败了。即便是你父亲当年站在这里，也不敢和我这样说话。这是你第几次提到我父亲了？第3次。我很想知道，你到底有什么资格提起他？你不要逼我杀你！ 山岳剑法，今日终于有幸得见了。哼，山岳剑法，不见得对付得了这个卓越安呐。逆登山巅，一览众山小。可众山之上仍有一天，你若止步，终一日将我下山。死吧！今日问剑，终于遇到了一位值得我拔剑之人。无双城，宋燕回。天下无剑城，卓越安。秋水剑。正是。我父亲曾提起过你，听闻你年少时也满身傲气，觉得自己手中执剑可登剑道之巅。 一览众山小。你所创的这套剑法，虽称不上世上一流，但剑之气可称绝世。如今一剑，高山仍在，人已苍老，你的人已配不上你的剑。今日之后，恐怕这江湖上
再也不会有剑山月这号人物了。今日之后，文武堂大长老之位就该换人了。你应该回去颐养天年了。此地交给我即可。这是鹤羽剑，在江湖上的第一次出手，你是个不错的对手。此剑一出，天下无剑。在我年幼之时，也曾对天下无剑城的威名十分敬仰。只可惜，偌大一个门派，却在一夜之间消失于世间，确实可惜可叹。今日在此得见无剑城的少主，实乃我辈之幸。阁下为何不能同我到无双城当中小叙一番？你我二人又为何要在此拔剑相向呢？当年无双城被称为天下武艺，此地无双。可我父亲却称，若论剑术，他才是天下无双。二者之间一直没能分出一个胜负。我今日来此，是完成我父亲当年的一个遗愿。天下谁又不知道，如今的无双城在剑道之上，早就没有资格提这无双二字。即便如今天下冒出了一个又一个的剑仙，但我今日想做的，只是替我父亲正道。遂宋城主，请赐教吧。听此人所言，当年无剑城的覆灭与无双城脱不了关系，便只能一战。若我胜了，天下无剑城重现，会在江湖上掀起一阵小波澜；若我败了，天下无双城就真的不再有资格列入天下四城了。不该下来的，失策了。我之前一直认为，是我的剑上承载的太多，以至于挥出的每一剑都无法尽兴。直到我戴上了这面纱，用了卓越安这个遗忘许久的名字，才会好一些。可今日见到你，我终于明白了，什么是父亲当年说的自求之剑。自求之剑，画地为牢，自求于剑。你是个不错的剑客，可惜了。燕回，你乃一城之主，怎可轻易出剑？刘云奇，苍龙崖，不错，正是苍龙崖。我曾执此剑，与你父亲大战过一天一夜，最后我们没能分出胜负。可我父亲说，是他赢了，他很高兴，却不是因为赢了你而高兴，而是在剑道上遇到了能与他并肩而行之人，所以高兴。一派胡言！既然是他赢了，他为何不敢公布于世？无耻！你这样的人，根本没有资格成为我父亲的剑道同行者。也罢，今日我将胜过你，将你的剑斩断。我会替我父亲证明，无剑城的剑要胜过你无双城。无剑城已不存在了，你又何苦执着于此呢？可我还活着，我活着，无剑城就还在，我父亲传承的剑道也就还在。年轻人，你很有自信。这柄剑不错，看着是名剑山庄的手笔。可惜啊，越是锋锐的剑，越容易折手。颜回，你先退下。师父，我认为，我在剑炉之中养剑多年，今日这一战已不可避免。既然他想替卓玉洛问剑，那么便由我来。只是
若按这般算，此战胜负，便算是了却了当年的过往，与如今的无双城无关，如何？好。颜回，退下。是。我能赢你，亦会杀你。小子，看好了！这小子方才用出我的山岳剑法，让我重新见到了年轻时自己的凌云之气。为何如今此人剑势一变，完全没有了方才的凌云气，只剩下了杀气？若这样下去，他10招之内必败无疑。不，他是想用一败来换老城主的意思。他用的不是无剑城中的剑术，不再有所谓的剑道大气象，而是杀人剑。没想到你竟是这般无耻！你用的功法类似于乱神诀，特地勾起我心中杀念。虽然你拼命的克制，但是我只看了一眼便知道，你身上充满了血腥气。你不是个剑客，你这些年做的应该是杀人的勾当。剑到风云处，笑看云起时。这么多年过去了，老城主的剑法依旧这般写意潇洒呀。可方才我与他对过一剑，以那一剑来说，他的剑术不至于如此不济。果然是师傅在剑路当中的修炼初见成效，让他的剑术更上了一层楼。你仗着众人无法看清，竟然是鬼道行径。你一路东行，藏剑不动，便是在养一股剑气。当你的杀气盖过剑气，剑势尽泄，就不负方才之勇了。小人，道是你父亲寻找的东西，而我只求胜，只有胜者才有资格论道。道，确实是我父亲时常念叨的字。剑道，父亲，何为剑道？所谓剑，是指剑术剑法。一柄剑可以炼制多强，从能敌10人到能敌100人，最后敌1000人，甚至敌10000人。我们这些剑客便日复一日修炼手中之剑，
就是希望可以将它炼至最强，能与天下敌。我觉得我的剑已经练到了他所能到的最强，若想再前一步，便得悟道。那道又是什么呢？曾经的昆仑剑仙说过，他的剑法有3重境界。第一重是看山是山，看水是水；第2重则是看山不是山，看水不是水；第3重便是看山仍是山，看水仍是水。啊！爹爹参悟许久，也无法明白其中含义。但爹爹认为，所谓道，便是一个拔剑的理由。原来有些道是要在将死那一刻才能悟出来的。一生中的最强一剑，或许只有出1次的机会。可惜，无法再保护你了。我方才说过，无双城的人没有资格提起我父亲的名字，尤其是你。什么流水星云，破；什么宗师气象，破；什么天下无双，皆可破。此刻你杀得越凶，你便输得越快。败了，你想要我用杀人术，可我偏不用。今日，我便用剑胜过你。是他，你认识他？暗河执三鬼，苏沐雨。暗河，若真是暗河，那么这一切都可以解释了。剑长老，此话怎讲？难道说无双城与暗河还有什么牵扯？而且还与无间城有关？城主不必多问，都是些过往事了。啊，师傅，剑仙有些控制不住了。他只是看到了值得一战的对手，想要与其一战。只可惜你尚且年幼，不然这样的对手，确实值得一战。师傅，那该怎么办？不必担心，要不了多久，他便会安静下来。小无双，待你长大之后，一定要带他去找值得一战的对手。老城主，这是要败了。他本就应该败了，只是这一败，晚了10几年罢了。若是当初败了，他还有机会东山再起。可今日败了，他便是真的败了。来了，老城主最强的一剑。成剑上九天，龙吟落黄泉。应是你落黄泉。结束了。玉如意，
纯粹的奸气。师傅，这剑匣怎么自己还会动？方才并不是剑匣自己动的，是你自己在不经意间催动了无双剑匣。这2天，我只是教了小无双一些基础的内功心法。方才那玉如意是否改变了下方的战局？使剑！我现在杀气已退，剑势不在，你若此刻对我出剑，我必败无疑。我知道，可我绝不会趁人之危，只希望公子能留我师父一命。留你师父一命？可你师父当年杀尽我无间城所有人的时候，可曾想过留他们一命？你说的没错，我师父当年的所作所为确实不可原谅。可是我作为他的徒弟，又怎么可能眼睁睁地看着我师父在我面前被杀死呢？希望公子可以理解。而且我师父此刻已筋脉尽断，现在未死，也全凭身上那口真气吊着，可他也活不了几日了。周公子，为何要出那最后一剑呢？一名剑客的死，并非肉体上的生死，而是剑心的存亡。刘云起的剑心已被我击溃，此生再也无法握剑。他已经死了。是。多谢周公子。其实我们见过。是的，当年共于魔教之时，我曾见过公子的剑法。可既然公子以卓越安之名前来，那你便是卓越安。我很欣赏你，你和你师父很不一样。你的剑法中没有太多力气，只是承载的过于重，无法让剑随本心，所以始终无法达到自己的最强境界。很多人都这样说过。既然长老们将无双城交付于我，我便不得不把无双城的荣辱都放在我这柄剑上。天下无双。听闻昔日曾有白羽剑仙救弟子于天启城的法场之上，离去之时，一剑斩落了上方的牌匾。那么今日，我若一剑将这4个字斩断，无剑城之名定能重新名扬于江湖之上。公子，请不要妄动。7日之后，你我一战，若你败了，我便将其斩断。好，7日之后，无双城后山剑炉旁，我愿意看一看公子的剑。好。这小子换了个名字，行事作风就像变了一个人似的。问剑无双城也就罢了，竟然还将老城主打成了残废，太嚣张，太霸道了。早点如此，我们早就踏平3家了。是啊，宇哥向来是最不喜欢出风头的，可这一次全天下都在讨论这个无剑城少主卓越安。只是什么？只是宇哥在最后一刻使出的招式有点类似18剑阵。当初帮助各大门派抵御魔教东征时，宇哥曾在众人面前用出过这18剑阵，所以隐隐约约就有些人在传言，无剑城少主卓越安便是暗河的直3鬼。只是因为这个推断太过于荒唐了，很多人都不敢相信。行走于黑夜之中，取人性命于无声的刺客，突然光明正大的走在阳光之下，还去挑战曾经最辉煌的门派，听起来有点天方夜谭啊。那他事情办完了也该回来了吧？哎，不对，他怕不是就直接回了南安？不是，
宇哥又约了无双城城主宋彦回，独占于无双城后山。啊？宋沐雨脑子坏掉了？无双城城主，应当是不太好对付的。宇哥这次怕是真的起了好胜之心。不是，我不是这个意思。我的意思是说，宋彦回算个什么东西，值得他这么去留？当年共御魔教的时候，又不是没有见过他的功夫。要真的想以剑名震天下，那为何不直接去找雪月城教训一下那个臭丫头？啊？不过这样也好，过去的痛苦确实应该找一天斩断了，不然他一辈子心中都要记挂着那仇怨。而我，也在等着这么一天。我早就知道他的身份了，但是他不知道无间城覆灭的幕后黑手。不过看他此番行径，他应该是探查到了幕后黑手是无双城，无双城早就不配是天下无双了。不过，刘云起败了，还没完。还有什么？苏沐雨和宋彦回约定好了，4日之后，无双城后山再战。说给员外那位听的话我已经说完了。苏沐雨，我们该执行自己的计划了吧？长河，我无法背叛大家长。愚蠢！这次三家铁了心要谋你，我会为你铺好路，你只需要做好握住绵龙剑的准备。你怎么这么多年了还没有明白这个道理啊？你永远都是这么天真。大家长与我2人皆有恩情。恩情？他们培养我们是为了替他们去杀人，我们之间并不存在这可笑的东西。只有你真的把安河当成了自己的家。而我却始终做不到这一点。对于我而言，这里只是一个交换利益的地方罢了。他给我们庇护，我们为他杀人。所谓的家人，不过是虚伪的说辞。苏沐雨，哲叔就在外面，若我们一起动手，你还能活下去吗？若哲叔与你联手，我自然不是对手。但凡事总要一试。你要是说得通，你就不是苏沐雨。我真傻，和你白费这么多口舌。慕白，在里面偷听的可还痛快？你是怎么发现我的？因为那个让你来此候着的消息，就是我给你的。哼，咱们都是同族，就该互通有无。谁跟你是同族？苏长河，你给我等着！长河，开弓没有回头箭，大家长这次一定会死，我也一定要拿到那龙剑。所以，好好想一想我们当年的约定吧。苏沐雨，你去做安衡的魁，以后成为大家长，统帅三家，而我留在苏家，
继承苏家家主之位。这马车真有意思啊！如此之大，却能行驶平稳；如此之重，却能日行百里。这是搬家搬三爷捣鼓出来的玩意儿，能不有意思吗？走好这架马车10日以后，他便死了，生病死的。那我若是治好了大家长，我不会得病死了吧？神医多虑了，你可是神医呀！暗河之乱已经开始，不出10日，我们便会得到一个结果，让暗河的水蔓延整个江湖，涌入天启。长河，或许这一次，你我要对彼此真正的拔剑了。这么多年为我点灯的童子，他是唯一一个任务结束还能够活着的。要带他回去吗？不必了。都快死了，17号。欠你一只手，还你一条命，算你赚了。多少暗涌的情绪，不舍的沉漫漫长夜中寻你挣扎痛的憋气。你怎么会在这里？我偷听到你们的任务点，私逃出来寻你，我来接你回家。那地方也都算是家吗？有家人等候便是家。你弟弟还在哪里？如同宿命随波往，点缀着谁能趟破黑暗的河？我也在。一生唯一点光，心境颜色。辗转悲欢离合，恋恋不舍，思念在夜里醒着，心不丢我，情字总无法逃脱。怎么总把自己搞得这么狼狈？好像每次你都会及时出现，我狼狈点儿，也没什么问题。鬼窟院的试验马上要开始了，各家主唤我们回去。这一天终于还是来了。哪里会有彼岸憧憬一生唯一点光，静静颜色。想必你们已经有所了解，待会儿时辰一到，你们就会前往鬼窟渊。
每组10个人，只允许留下1个。第一组86号、18号、74号、42号、34号、26号、17号。第一组的最后一位，63号、63号、谁惹了木秋兄啊？生这么大的气！穆子哲，你明知这2人是我苏家属意的，你这般行事，是要与我苏家为敌吗？别给我扣这么大的罪名，我可不敢。我只是在尽我总教习的职责罢了。职责？不把过强的2个人放在同一组，这是3家都默认的。你就不怕我上报提魂殿吗？等他们情深意重，把彼此看成兄弟的时候，再让他们自相残杀。合作在一起，不要走散了。看起来也没有办法与你走散了。全都来了。谁都知道你们剑术高超，与其1对1跟你们单打独斗，还不如合力把你们都杀了。我们剩下的再斗，还有几分生机。那便来吧。八戒阵，刀剑得势，高手戒备，需一切生机。要胜此战，我有一图，雅如此。我呀！要破八戒阵，唯有牺牲一人才能找到突破之口。我们2个同时上，算怎么回事？我知道，我来。那我走了。破剑之口。
只是我们2个人了，所以你疯了吗？你这疯子，停下来！我跟你说过，你的恩情，我迟早会还的。我不需要你还。你此前替我做点灯童子的时候，已是还了。暗河的规矩，10个人只有1个人能走出鬼窟园，成为3家之人。你若不成我的情，我们2个人都得死。一定会有办法的。我去和他们说，他们享有最顶尖的资格，而我们俩是他们这些年里遇到最好的种子。他们不会愿意就这么失去我们的。你太天真了。你把手放开！你把手放开！只要足够强，便有资格天真。谁先来？做了一个很长很长的梦，梦到一些很久以前的事儿。邪魔外道，无尽无身。我们是邪魔外道，难道
剑斩了你们！不好！大家长，人在虚弱时，邪气便会找机会侵染人的身子，做噩梦是正常的事。大家长不必担心。大家长可还安好？毛头，是。神医啊，你此生救过多少人？这我哪里记得得？加上唐二老爷，我此生杀过832人，很多人，我甚至不记得他们是谁，但心底里总会有一个声音告诉我，那是我杀过的人。其实我不怕这样的梦。当他们出现的时候，我会拿起手边的剑，将他们斩杀得一干二净。我既然杀得了他们一次，那么自然我能杀得了他们第二次、第三次。无论是梦境还是现实，都不会有任何区别。但这一次，当我拔剑的时候，发现手里的剑已经断了，需要让沐雨快些回来。难道大家长就不害怕他在这个时候背叛你吗？不会的。坐了许久的马车，累了。小上火，你这个样子能追到鹰，你到底是什么安排啊？追得上。大家长此行北上，无非就是想拖延时间，按照他的手段。老爷子有没有事儿我不确定，但是我们这一批跑腿的，定是要被他清算。所以在我这儿，大家长必须死。然后呢？我对于苏沐雨的安排应当已经到了，让他见见几个故人，拖延一下他追上大家长的时间。驾！昌黎，宇哥，好久不见了。昌后派你来的。啊，是大哥让我来的。他说让我拦住你，实在不行，就哭到你心软。他是不是觉得我不会杀你？他自以为能猜透我的心，可我杀过这么多人，我也有无法控制住自己杀心的时候。若我想杀你，你早就死了。
老师，你口中的老师这2个字，放在我的身上，我可不敢当。苏轼先生，许久不见了，苏沐雨。昌河为了拦住我，居然把你也请来了。不必怪昌河，是我自己想来的。我想此事之后，或许我们便没有相见的机会了，就自请来此见你一下，顺道下一局棋。我在赶路，没有时间。若有机会再见先生。回到暗河，我定去藏书阁拜会。若我没有做到让你下完这局棋，昌河或许会杀了我。先生来此，是想劝我和昌河联手。你们是暗河这100年来最不可思议的搭档，一起联手破过许多危局。这一次，我相信你们一样可以做到。我听昌河说，4年前你们做过一个决定，他当上苏家家主，你当上大家长，成为执掌暗河的新主人。那他有没有说过？我并没有回答他的决定。大家长他值得你这样做吗？这个问题的答案重要吗？沐雨，当你用一个问题来回答另一个问题的时候，就代表你的内心并不坚固。可这问题没有答案，只有选择。我在苏家待了将近10年，昌河与我更是从同一座炼炉当中走出来的师兄弟。准确地说，我们都是家人。昌河那样的人，可不会把老爷子他们当作家人，他只是把你当作家人。可如今我是亏。我的父亲曾教过我，承诺是比生命更重要的东西。先生您也说过，没了承诺，收了钱的刺客便会因为更多的钱而转头去杀自己的主顾，那么到最后秩序变乱了，刺客便没有存在的理由，暗河也没有存在的必要。你很聪明，但有时候太过于执拗了。已经沦为杀人的棋子，若心中还不存在点执拗，那么活着也像是死了。先生，你败了，告辞。宇哥，你赢不了的。三家家主对大家长这个位置觊觎很久，这个机会他们不可能放过。即便大家长最后把生医好了，他们还是会不惜一切代价把他杀了，这是个必死之局。即使死局，那么昌河他到底想做什么？他想改变暗河，跨过暗河，便能到达彼岸。彼岸之处不再是长夜，而应有光明。和我们联手吧。大哥的意思是，让大家长在一个合适的时机死掉。死之前，他把绵龙剑传给你，你执掌暗河，而他则去扫清苏家的障碍，成为苏家家主。到时候其他2家再有不满，你们便联起手荡平暗河。宇哥，抱歉，我有我的选择。大哥说了，若你拒绝，那他就自己当这个3家之主，到时候不管谁挡在他面前，他都会杀死，包括你。他这一生最好的朋友。
沐雨，道阻且长，行则将之。驾！先中毒再解毒，以身试毒。倒是有种不疯魔不成活的意思。只是我不太明白，为了几张银票，神医愿意为我以身试毒？自然是不愿意啊，我又不傻。不过我有一个办法，既能感同身受的了解大家长体内的毒，但同时又不会死。什么办法？移魂大法。药王谷的秘术移魂大法，若是一旦对某人施用此法，就能和他无感共识。他的过往和此刻的想法，都无法逃脱施用者的眼睛。若是遇到意志薄弱者，甚至能彻底占据他的意识。我初听到此门功法，还曾感慨，这哪里是医术，分明是邪术。确实，医者行医，治的是人身体里的毛病，而移魂大法却能治人心病。不过我这次对大家长施用移魂大法，为的是彻底去除你体内的毒。至于大家长你心里想的那些嘛，我可以试着不去看。若是一旦施用移魂大法，那我的性命自然是全在我白鹤怀的掌控之中了。届时只要我想，可以随时杀死大家长。我想试试。大家长能活几日就让他活几日吧，反正我们抓紧时间找机会，先把那小神医给杀了就是。大家长和那个神医有地质社校保护，你那么有信心？哎呀，我派人传了封信，去向了北面那座皇城，里面有一个人出身唐门赫赫有名，是唐二老爷最亲近的弟子。九江琵琶亭内3道暗器震惊天下，是可以与司空长风、百里东君等人齐名的高手。唐灵月，我不知道大家长为什么要杀唐二老爷，但我知道唐二老爷死了，最想报仇的人一定是唐灵月。护送大家长离开，快！是。难得有片刻喘息，又要赶路逃命了。当你治好我，便无人敢来了。找到你们了，暗河。龙须真，你是唐门的人？唐门，唐连月。唐连月，原来是天启城4守护之一的玄武使啊！我要找的人不是你，
你们大家长在哪？我要见他。纵然你是玄武使，但这里一不是天启城，二我们暗河也不听朝廷的指令。大家长岂是你说见就能见的？我并不是以天启城玄武使的身份来的，是以唐门弟子的身份而来。你们暗河的大家长杀了我们唐门的二老爷，这笔账我来负责清算。这个消息玄武使是怎么知道的？如果是子虚乌有的事儿，那该如何呢？想必你们大家长早就走了，留你在此处断后，与我说这么多，不过是想拖延时间罢了。想走？接！这样精妙的暗器手法，这就是白小堂冠绝榜上数一数二的高手吗？荧惑纸蝶和幽冥珠，你是暗河穆家的蜘蛛女。我不喜欢这个代号。小伎俩，你以为以荧惑纸蝶为掩盖，让这幽冥珠悄悄接近我，以毒丝偷袭，我就不会发现吗？真是自以为聪明的傻子。你在幽冥珠里放了什么？自然是霹雳堂雷家的霹雳子了。你怎么会有雷家的霹雳子？早年执行任务路过霹雳堂，很多雷家的少年郎都曾拜倒在我的石榴裙下。当然是他们双手奉上来，讨我欢心的。不过，我跟你说这些做什么？可曾记得昔日也差点做这点灯的童子？穆家穆英真，你敢与我动手，是想叛离暗河吗？是吗？可我得到的消息是你暗算大家长，意图谋反。我来此杀你，是奉家族之命，救出大家长。看来穆家还真是一片忠心啊。素闻纸伞鬼苏沐雨最强的剑法，乃是18剑阵。可看你现在这个架势，似乎是觉得我没有资格同时见识你那18柄剑了。你确实没有资格。当年本该
该是你去的，可苏昌河代替你做了这点灯的少爷。按照我的计划，他们应当都要死掉，可他却被你救了。我想我明白为何他要替你。如果当年点灯的人是你，你必死无疑。实在没想到，苏家赫赫有名的纸伞鬼，从尸体遍地的炼炉中爬出来的无名者，如今的朱影首领魁，居然是一个心存善